要跨年了，都要迎新年了，你老共在演习个什么呢？当然一定要演习，因为内部压力要炸锅了，必须转移。来看看这一场戛然而止、莫名其妙的跨年倒数，5、4、3、2、1之后呢，没有然后了。好，俊亮哥还有报新闻观众朋友，这两天我看了好多的跨年。看阿妹在台东，看蔡依林在台北，看好多地方有没有？台北啊，各县市都有跨年晚会放烟火，101有没有？是。那所以其实上海东方明珠，我其实还真没注意。但刚刚俊亮哥给大家看的，导播再放一次，这个是现场的画面，民众去拍有没有？你看，结果呢？321新年快乐！结果在上海这么的东方明珠，每一栋大楼都确实是漂亮啊，对不对？但是就没有烟火，就没有跨年。就没有任何的现场这些活动，我才发现，赶快去滑一下各地的状况，不止在上海，在北京、在山东、在南京、在杭州，在所有地方，通通没有跨年活动。所以一个奇怪被取消的跨年活动，你刚刚那个影片，就像跟你们感觉到，大家好像有一种虽然没听到他的失望，可是我感觉都听到了他们的叹息，怅然啊，不啦，没有跨年。等一下。是因为没有钱放烟火吗？不可能啊！还是因为他们担心什么？不要让民众来聚集。观众朋友，下一个画面继续看哦，是在上海的外滩，在其他的各地，包含我刚刚讲的杭州、跟北京、跟上海、跟很多的广场，好多的武警，而且俊亮哥，武警居然比人还多。所以，我们跨年夜，我们在跨年倒数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放烟火，中国在放警察。你看看刚刚那个武警的画面，导播扫过那个画面。至少超过500个吧，甚至上千个吧。基本想要被戒严啊，各位尊敬的市民朋友，请赶快回家。各位尊敬的市民朋友，今晚没有任何跨年活动，请立刻返回。他就不断这样广播，他现场就要告诉你不可以，回家吧，没有跨年活动等等。那中国大陆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也没太关注，我这两天看台湾的活动看不完了。对，上海没有烟火，各地没有跨年。在这个南京的孙中山铜像旁边，外面好几千人哦，可是铜像团团的围住。好，等一下导播给大家看到画面，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中国大陆它现在对于人潮众多的活动予以这样的一个高严密的控管？我突然想到，我看那个《繁花》，有没有阿波啊、宝钟啊，那都有跨年啊，外滩都放烟火啊 ，Happy New Year。但现在没有了，到底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专家说，可能担心的是所谓的3变。第一个哪3变？叫做政变，你干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政治要好，中心要稳固。第二个叫军变，所以解放军的相关将领一定要牢牢抓住。第3就是民变，民心如果思变的话不行。其实我真的不太了解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民众很多的场合，跨年会有几千人、几万人，所以他就不让你跨了。不是只有单一个城市，刚刚看的上海，每一个地方都完全都取消哦。可是这一取消，俊亮哥，这一取消其实严重的打击了经济的消费。为什么？因为刚刚所看到的上海，大家到了晚上已经快12点了，其实也是而且还下雨。我看到那个刚好跨年还下雨。那大家为什么在那边嗨？因为朋友们高兴嘛，出来吃饭、逛逛街，跨个年以后，可能还听听演唱会什么的。没有。那既然没有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大家就会意兴阑珊，在那个地方等不到跨年活动。不止今年，我看了一下，去年、前年从疫情之后，基本上就不让你办这个活动了。可是你不办这样的跨年活动，那你说民众会嗨吗？民众不嗨，他会有消费的行为吗？都叫你回家了，武警比人还多啊！可是商家期待的是消费啊。上海为了推动跨年的这个跨年节，有没有？它重点商圈发了好多的所谓的消费券，一样啊，跟台湾这样。你如果来这边百货商场，对不对？消费的话呢，我可能买多少，还有送多少，看你要不要来。结果发现呢，今年的效果非常差。跨年夜的时候大家都没出来，那我就问一句啦，都没有跨年活动，我是出来干嘛？我又看不到烟火，看不到跨年。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一个跨年过去，到了第2天，因为今天已经1月2号了，昨天1月1号来，就像跟你看，这个连平常日人潮都比这个多吧？对不对？你不要说是1月1号元旦啊，没有，大家没有上班啊，百货公司的人潮空荡荡，路上几乎都没有人。那你说这商家怎么办？这些商家也因为民众被控制了他们在户外的聚集行动，降低了消费的意愿，根本不上街，或是根本不能上街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所有实体店面现在苦不堪言。因为这几年从疫情之后，中国大陆也尽量就是用电商，你可能都东西送到家。所以呢，很多的实体店面已经是怎么讲，凄风苦雨在苦撑了。再加上这样子的大型活动的时候，突然一个讲说不能办，就直接形同封控，都不能去，武警都出来的时候，
对所有实体商家、商场跟商店都是莫大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循环。你看，因为大家日子过不好，会有怨言，国家不要你因为怨言群聚，利用迎新年大家在那边反动，所以不准你出来，不准放烟火。你不放烟火，后面的店家赚不到钱，经济更不好。就是一路越来越差的死亡螺旋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关注了哈。我就讲，我们戒慎恐惧，而且我不希望看到中国大陆不好，我希望两岸都很好。但这种时候就要更敏感的进到下一个阶段了。那到底为什么这几年都没有了？除了我刚刚所讲的担心三变，所以呢控制民众，叫大家不要出来，以免突然有一个大家很多人几千人讲说走，我们去哪里的时候，可能就控制不了了，会怕这个。那到底为什么讲要走，我们去哪里呢？因为是不是有很多的民怨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先说民怨在哪里，就是政府告诉你经济很好，可是走上街头一看，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才刚刚元旦谈话，对不对？他谈话里面跟大家讲，对不对？2025不平凡的一年，对不对？达到了5%的 GDP 成长，很好啊，对不对？经济成长这么好，可是 GDP 保5吗？很多的经济学者突然翻开过去的数据，俊阳哥已经连10季，什么意思？2年半都在通膨的状况之下的时候，世界上哪一个经济体可以连续2年半、连续10季都通膨，然后 GDP 还可以保5？所以我这边打一个问号，我不敢讲一定没有了啊，打一个问号。所以经济真的那么好吗？不平凡的一年吗？有达到5%吗？有吗？第一个，第二个，你跨年过后以后不能跨年，可是一大早去，刚刚看到那个影片有没有？冷冷清清之外呢？好多的无家可归的游民在各个车站，所以到处去都出现了一个词哈，这个我们可能观众朋友没听过，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叫斩杀线。这是什么字？什么叫斩杀线？斩杀线就是退此一路，急无死所。这个是从美国来的，因为美国有很多在社会边缘工作，薪水已经几乎无法负担，我这边账单那边保险费等等，一旦过了斩杀线，完蛋。兵败如山倒，我没有办法。对，那个斩杀线代表什么？一个过了斩杀线，在斩杀线以下的人。他基本上无法满足自己的经济行为，我得干嘛？借钱，我得借钱，或者是领社会救助金。但是美国有社会福利救助金，对，中国大陆没有。所以一旦过了斩杀线以后，你要怎么办？你就等于被社会给淘汰，你只能睡车站、睡桥道，那我只每一个桥下面乞丐了。对，那你可能你还要想办法打零工，没有？就那个他可能想办法打零工，还能够吃个3餐，可是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好多各地去看中国各大城市，不管1线、2线都有，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可是开始越来越多在斩杀线以下的人，他到处去。他住在这个可能桥道啊、车站啊或巷子里面，睡在路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付不起了。他醒过头来，他打个零工，他还能吃2顿饭，可是他没有地方住了，拖了个行李箱到处去，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表示经济会出了问题。而第二个，这2年出现了很多状况，就是已经面临斩杀线的人，他还被斩杀，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努力的，最近我刚讲嘛，在封控之后，在疫情之后的话，外送变多了，对，那外送要不要骑车？骑车。骑车要不要加油？要。加油每天在加啦，所以呢，你就来我们的加油站，对不对？当我们的会员，你一次储值入会就对不对？当会员储值储进去几千块人民币、几万块，储越多折扣越多。那我真的是每天在送啊，我每天加油啊，这样划算嘞！我1个月可以省好几千块人民币。加吧，结果呢，加完以后。浪杠了！山东有一个加油站的老板，他可能已经想好，他要一次就把大家给这个卷款而逃，叫大家来加，叫加气的哈，大家有加气都有哈，大家来储值，加完以后，他钱拿了跑了，养套杀哇啊！这么多人看起来好害怕，他都去储值的啊，他们先前才说被要求储值，有的还出了几万块，所以面临斩杀线边缘的人才会想要去省这个钱，结果反而一刀就被直接斩杀，接下来不知道去睡想要桥到了，所以这些事情。都代表了现在目前中国的教育经济有问题。还有第二个，我简单跟大家讲，就所谓的7天没有理由退货的状况越来越多。有一个人跑去买，在淘宝买了羽绒衣之后，羽绒衣其实是我看是不错，但是他被退了，为什么？他说我不实穿，我需要理由吗？我不需要理由，因为俊阳哥他说我拿到的时候那个标签就是用绑的，为什么用绑？我怀疑有人穿过，所以我要退。好啦，那你退吧，就给你退吧。没想到拿到了退货的这一件羽绒衣。
它上面有一些油渍，利息母轻轨有没有穿过？还有一张机票在那里啊，坐飞机到哈尔滨还回来了，对，所以呢，商家摸了鼻子就退了。可是商家把物品就推回给货家，因为商家负责卖，货家负责出嘛，货家不忍了，货家把这个影片抛到网络上讲说，这位女士，你都已经穿了这个羽绒衣到了哈尔滨，都坐了飞机，还把机票放在里面，还想退，所以呢，引发了网络上面很多的讨论。所以你就看到中国经济现在自己是泥菩萨过江了，我老大都自身难保了，更别提你那个一带一路呢沿路的这些小伙伴们。拍谁？虽然够细苗了，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伊朗人民为什么在跨年夜到今天久久不散？他们炸锅了呢？没急啊！为什么？能源卖中国，换高铁，换建设，本来大家讲好的 get go 嘞，老大中国资金一抽，工地停摆，工程烂尾。有钱我跟你兄弟一场，没钱拍谁自求多福。伊朗只是第一个被中国放生的。对，在过去来讲的话，你会觉得伊朗虽然经济没有很强势，但是它的货币里拉尔算是还是稳定哦。可是现在没有，你看那么多的动荡，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受不了了，通膨，你知道什么概念吗？42.5%啊！你今天赚的，明天就不够花。然后呢，过去食品价格涨了66%，你一罐鲜奶10块钱变16块钱，你花得下去吗？那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你知道吗？过去伊朗的里拉尔对美元1块美元可以兑换它的里拉尔是多少？是5万，5万是稳定的哦。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最近飙到多少？5万里拉尔飙到50万里拉尔，飙到144里拉尔，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的货币贬值了30倍。你想想看哦，现在为什么大家走上街头？这跟过去农民工走上街头不一样。伊朗以前都是谁在走上街头？基层民众生活过不下去，这一次是在哪里？这一次的发动点是在他们一个大商场，而大商场主要是卖手机的，卖什么手机？你也能想象，他卖的就是 iPhone 手机。以前大家做这些生意有没有赚美元赚的饱的？有钱人你日子好好过，你为什么要上街啦？对，因为他现在发现一件事情，我今天卖一只 iPhone 手机，我过去1块美元兑5万里拉尔，现在兑144万里拉尔，你这样子不要讲说赚钱啦，连货款都变成不够用，所以呢，他一定要走上街头。以前不是有一个2022年的头巾革命吗？有一个女孩子因为不戴头巾，结果呢被这革命卫队给抓进去，然后呢石头打死。那时候走上街头已经难以镇压了，这一次更难以镇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已经喊出来一个打倒独裁。你不要忘了哦，他们现在是神学政权，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是政治跟他的宗教绑在一起。如果你喊出这一句话，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要革命了？要革命的状况来讲的话，那我是不是一样把我们的坦克车给开上街头？没有想到，过去你在6·4天安门事件不是有看到有一个大学生拿着2袋衣服吗？想要去广场，结果呢，坦克车怎么走，他就走到坦克车前面去挡他。这一次看到另一个画面，是伊朗的抗议，这是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蹲在这里？因为他后面有很多的民众，他要一个人挡到前面的这些革命警卫队。哇，这个镜头一拉开，你才会觉得这个是6·4天安门那个坦克人的复刻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过去的话 ，over my day body。以前其实他的神学士政权是谁挺的？就是这些有钱的商家。没有这些有钱的商家，神学士政权那个时候没钱没资源，怎么去打败巴勒维王朝？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好像希望巴勒维王朝再回来。现在最大的警讯是，当初力挺神学士政权的这一些资本派、这些有钱人派、做生意的人，他上街了，上街了，高喊你独裁，要打倒独裁的时候，这一下那就是革命喽！你让我日子过不进去，我就跟你把命拼啊！没错，你知道吗？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的神学政权的一个 logo。现在敢放火烧，以前你敢做这种事情吗？以前不敢做这种事情。但是追根究底，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当初把巴勒维给推翻之后，大家觉得说你神学士政权出来之后呢，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赚钱。但是没有想到，所有的钱、所有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都给谁赚？都给他们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赚去了。那这些中产阶级，如果生活还过得下去就算了，现在生活过不下去，我当然是跟你拼啦。所以你知道吗？敢去烧这些他们的 logo， 然后呢，政府大楼敢被攻击，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民国68年，就是神学政权上来之后呢，巴勒维王朝倒台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状况，就是美国大使馆人质问题？那时候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把机场给 shut down 了。我为什么要 shut down？我不希望外面的人进来，我也不希望里面的人出去。而现在来讲，
你知道吗？德黑兰的首都机场竟然也关闭了，它不飞了。不飞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知道后面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动浪，而我决定用一个铁腕把它锁住这个稳定。我们比较看不懂是今天看到德黑兰机场整个关闭，看到有钱人上街要去推倒政府。现在德黑兰政权背后是谁在撑腰？有俄罗斯老大，有中国老大，中国老大后面还有一带一路。照理讲，我们用能源交换中国的建设，日子会善的循环，你会越来过得越好。为什么穷到要割肾，要睾丸左边右边还可以分开卖？什么时候伊朗人走到了这一步？对，巨汤哥，你刚才讲到了一个重点。以前伊朗为什么在中东这边可以过得很滋润？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什么叫上有老？我上面有中国，有这个谁，有俄罗斯，反正呢，我只要伸手，你东西就得给我嘛。然后下有老有谁？有黎巴嫩，有也门，帮我去打美国。反正呢，我只要一乱，你虽然有制裁，可是你现在不能够把我制裁锁得太紧。所以呢，我后面有大哥，前面有小弟。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大哥俄罗斯跟中国他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大哥没有用了。小弟现在黎巴嫩跟也门也不理你了，不理你的情况之下，说你资源要不到，然后呢，下面也没人帮你卖命，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只好贬值，你就印钞你的这个货币就贬值。所以你知道现在惨到什么样的情况？惨到你看到这个墙壁上面，我们以为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要去找工作吗？还是我要应征人吗？不是，它是上面的一个广告，是告诉你说肾脏出售，血型是 A 型，然后呢性别是女性，27岁，甚至有这个联络电话。这个是不是来自于贫穷村庄里面的什么人呢？不是哦，它是来自于过去来讲算是骨干的一个族群，他是一个独立制片人。你想想看，你可以在伊朗这个世界做独立制片，表示你可以接触到西方，表示你有受过一些教育，表示你有谋生能力。就有一天，当我这些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呢，我一个独立制片人，我必须要来干嘛？卖我的肾脏。如果你连人生胜利组都要割你的器官来卖，那一般的小老百姓岂不更惨？对啊，然后我们先告诉大家，他这个要卖多少钱？他这个只要卖新台币13万到32万元，然后呢，叫你干嘛？打电话来议价。我很难想象，我一开始以为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嘲虐的一个戏讽的，但是不是哦？你知道吗？竟然现在什么都能卖，眼珠也能卖，然后呢头皮也能卖，甚至男生的睾丸，你也可以发现有人在 Telegram， 为什么要在 Telegram 上面？他因为怕被这个伊斯兰的革命卫队给抓了，所以呢用这一种比较私密的这个通讯软体来卖。可是这件事情我讲太可怕了，你看哦，睾丸25岁 O 型血，左边右边都行，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逼到了这一步？你要把你身上的器官拿出来卖，如果不是生活过不下去了，谁会拿这个东西来讨生活？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惨？拍谁？一带一路的小伙伴，老大自身难保，泥菩萨过江了，你们就自求多福吧。对，我们都知道伊朗呢，其实2018年在被美国跟欧洲制裁之后呢，他们也想要办法找出路。为什么呢？你不止被制裁啊，你连金融那些国际的金融单位通通制裁你，那你钱也出不去，钱也进不来，到底该怎么办？而且你要怎么去抛售你的武器？现在伊朗想到一个办法，怎么样？我用比特币来交易，比特币等于可以绕过国际的金融机构，我就跟其他35个国家来卖武器的，卖什么？包括了反舰的巡弋飞弹，包括了火箭炮，我通通可以用比特币来做交易。看起来是伊朗找到了出路，但问题没完。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过去伊朗有个老大哥叫中国，中国跟伊朗过去都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情同手足，对不对？你伊朗需要什么样的建设，我帮你建，你只要卖给我石油就好。好，那甚至我们知道伊朗什么东西最多？石油最多。可是过去我们都在报新闻讲说，伊朗卖给这个中国的石油，基本上都是透过地下来做交易的，确实也没错，因为它无法透过国际的金融机构把钱转到中国去。那他们用什么方式呢？你要知道，伊朗要将原油卖到中国的时候呢，中国成立一家叫珠海正荣的公司，当做买家。那这个买家呢，他透过一个，我成立存入一个这个叫做朱鑫的一个神秘的账户，你只要把钱存到里面之后呢，那这个朱鑫账户呢，就会再把钱转到投资伊朗的中国建设公司上面去，让中国建设公司呢有钱了，可以帮伊朗建造包括炼油厂、包括交通包括了一些基础建设等等，通通可以来帮伊朗来做建设。我本来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我已经让出了、卖出了便宜的能源给中国，结果呢，换来的不是建设，居然变烂尾了？对，所以你看得出来，为什么现在伊朗人这么生气？坦白讲，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原本承诺帮我建设啊，结果呢，一个一个变成烂尾工程。我刚才讲，伊朗
这个天然气最多，石油最多。结果呢，中国说好，我帮你建个炼油厂，结果没想到2018年哦，当时签约要建哦，不到1年，2019年宣布退出。哇，伊朗人傻眼了。原本当中国给他画大饼了，说，我帮你建那炼油厂之后呢，接下来你们伊朗这些民生包括你们的民生啊、发电啊，甚至外汇的命脉，通通都在这个炼油厂的手上。结果没想到呢，不到1年，居然绕跑之后呢，工程做了一半，像大家看外面哦，变成烂尾楼，甚至连人连资本通通被撤掉，设备还卡在港口哦。就最可怕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因为天然气供气不足，所以它导致伊朗在冬天发生限电情况，莫名其妙。你能源大国跟我讲你供气不足，从天堂掉到地狱，结果是因为什么呀？我信了你的一带一路，结果你不理我小伙伴，你给我放生了嘛？对，所以最气的还是伊朗的民众，他想说，你当初中国给我承诺，你说要挺我啦，你说我们情同手足啊，你是兄我是弟啊，结果没想到呢，我们现在居然你要帮我造个炼油厂，都建不起来，变成烂尾工程，我气到直接坐到油田跟你中国表示抗议。那现在最近发生的事情哦，2021年，当时中国想说，我跟伊朗来签个这个为期25年的这个中长期计划，要把这个中国的原油加入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里面去。听起来非常好，对不对？那我跟你讲，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伊朗的民众也不买单，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因为过去发生了这个油田的事件，他就会觉得你一直在欺骗我，又在骗我。对，伊朗的民众会担心啊，所以你看当时北京预计要投资4000亿美元哦，大约台币11兆要投入到这个计划当中。结果呢，伊朗民众不领情，要干嘛？要中国滚出去，不要再骗我了。所以你今天看到了，中国连跨年倒数都5、4、3、2、1，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人民都过不好，还怕人民因为集会游行反动，一点不急啊？怎么可能还救得了你一带一路这么遥远的小兄弟啊？对，没错，因为当时伊朗最期待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如果中国那时候一带一路经过了伊朗之后，那不得了，对伊朗来说哇，如虎添翼，甚至直接灌水灌钱到我的伊朗上面去了。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因为中国大陆也缺钱，后来一带一路干脆把伊朗直接踢开啊。后来呢，我宁可到土耳其、到亚塞拜然去，我也不要经过你伊朗。所以当时伊朗觉得，你过去跟我称兄道弟，对，真心换绝情啊！当初你跟我称兄道弟结果兄弟一场，就到头来变成梦一场。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